他了，开睡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吕皇后吕雉，也是汉高祖刘邦的原配夫人。她辅佐刘邦建立汉朝，并在建国后以果断狠辣著称，击杀韩信、彭越等功臣，稳固了刘氏江山。刘邦死后，他临朝称制，实际统治汉朝16年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统治者。一提到吕雉，你们脑子里可能立马蹦出毒后、人质这些吓人的词，觉得她就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可真实的吕雉却比这复杂多了。她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，嫁给一无所有的刘邦，跟着他吃尽苦头，甚至沦为阶下囚。好不容易熬到刘邦当皇帝，又要跟戚夫人抢太子位，跟功臣斗，跟宗室斗，最后硬生生把汉朝的实权攥在手里，成了中国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。咱们先从吕雉的家世说起。公元前241年，吕雉出生在山东单县的一个大户人家，爹吕公是当地有名的富豪，还会看相，特别疼这个女儿。按说吕雉本该嫁个门当户对的公子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，可偏偏吕公要搬家，因为躲避仇家，带着全家搬到了沛县。沛县的县令是吕公的老朋友，听说吕公来了，赶紧办了个宴会，让县里的豪杰都来捧场。刘邦那时候还是个泗水亭长，就是个管10里地的小官，没钱没势，还爱吹牛。听说有宴会，他也凑过来，进门就喊贺钱1万，其实1分钱没带。吕公本来挺生气，可一看见刘邦的长相，立马改了主意。他说刘邦龙颜大悦，是个有大出息的人，当场就拍板，要把年仅20岁的吕雉嫁给刘邦。吕雉的娘当时就炸了，跟吕公吵：你疯了？咱们女儿好歹是富家小姐，刘邦都35岁了，还有个私生子刘肥，你怎么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？可吕公认准了刘邦，非要嫁。吕雉虽然心里委屈，可那时候的女人没选择权，只能听爹的话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嫁给了刘邦。刚结婚的日子那叫一个苦。刘邦天天在外头鬼混，不是喝酒就是跟朋友吹牛，家里的事全靠吕雉打理。他得下地干活，得做饭洗衣，得照顾刘邦的爹娘，还得拉扯刘肥和后来出生的刘盈、鲁元公主。有一次，吕雉带着孩子在田里除草，一个老人路过要水喝，吕雉不仅给了水，还留他吃饭。老人看了吕雉的面相，说夫人是天下贵人，又看了刘盈和鲁元公主，说你的富贵全靠这2个孩子。吕雉当时只当是老人安慰他，没往心里去，可后来想想，这话还真应验了。公元前209年，刘邦犯了大事，他奉命押送刑徒去骊山，半路上跑了不少人，刘邦知道交不了差，干脆把剩下的人都放了，自己带着几个兄弟躲进了芒砀山，成了朝廷通缉的逃犯。吕雉这下惨了，刘邦跑了，官府就抓他的家人，吕雉被关进监狱，受尽了欺负。后来多亏了监狱里的一个小吏帮忙，才把他放出来。出来后，吕雉不仅没埋怨刘邦，还偷偷给芒砀山送吃的、送衣服，帮他传递消息。那时候的吕雉心里肯定还抱着希望，觉得刘邦是个能成事的人，跟着他总有熬出头的一天。可他没想到，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。公元前206年，刘邦终于熬出了头，被项羽封为汉王。可他光顾着自己快活，把吕雉和家人留在了沛县。第2年，项羽和刘邦打起来了，项羽率军攻破沛县，把吕雉、刘邦的爹娘都掳走了，当成了人质。这一掳就是2年零4个月。在楚营的日子是吕雉一辈子的噩梦。项羽是个暴脾气，动不动就威胁要把刘邦的爹煮了，
有时候也拿吕雉吓唬刘邦。吕雉每天都活在恐惧里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，不知道刘邦会不会来救他。有一次，项羽真的架起了大锅，要煮刘邦的爹，刘邦却笑着说：“别忘了分我一杯羹。”吕雉在旁边听着，心肯定凉透了。他才明白，在刘邦心里，权力比家人重要多了。公元前203年，楚汉议和，吕雉终于被放了回去。可回到汉营，他看到的一幕比在楚营还让他难受。刘邦身边多了个戚夫人，年轻貌美，能歌善舞，把刘邦迷得团团转。刘邦对吕雉也冷淡得很，看他的眼神里没有心疼，只有陌生。吕雉那时候肯定特别委屈，他跟着刘邦吃了那么多苦，当了2年人质，回来却成了多余的人。可吕雉没哭没闹，他知道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。刘邦正在跟项羽决战，正是需要人稳定后方的时候。他收起自己的委屈，主动帮刘邦处理政务，安抚群臣，还帮他照顾家人。大臣们都看在眼里，觉得吕雉是个贤内助，对他越来越敬重。吕雉也慢慢发现，权力这东西比男人可靠多了，有了权力才能保护自己，保护孩子。公元前202年，刘邦打败项羽，建立汉朝，当了皇帝。吕雉被册封为皇后，刘盈被立为太子。按理说，吕雉该苦尽甘来了，可麻烦才刚开始。刘邦当了皇帝后，越来越宠爱戚夫人，戚夫人也不老实，天天在刘邦面前哭，要刘邦废了刘盈，立他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。刘邦还真动心了，因为刘如意聪明伶俐，跟他特别像，而刘盈性格软弱，刘邦觉得他不像个当皇帝的料。好几次在朝堂上，刘邦都提要废太子，大臣们都反对，可刘邦就是不听。吕雉急得睡不着觉，他知道一旦刘盈被废，他和刘盈、鲁元公主都得死，戚夫人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吕雉没办法，只能去求张良。张良一开始不愿意管皇家的家事，可架不住吕雉天天求，最后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让他去请商山4号。这4个人是有名的贤士，刘邦当年想请他们出山，他们都不愿意来。张良说，只要能让商山4号来辅佐太子，刘邦就不会废太子了。吕雉赶紧派人带着厚礼去请商山4号。不知道是吕雉的诚意感动了他们，还是他们也觉得废太子不妥，这4个人还真来了，天天跟在刘盈身边。有一次刘邦设宴，看到刘盈身后站着4个白胡子老头，一问才知道是商山4号，当时就傻了。他跟戚夫人说，太子的羽翼已经丰满了，我废不了他了。戚夫人当场就哭了，刘邦也跟着叹气，还唱了首《鸿鹄歌》，说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，与何以就，横绝四海。横绝四海，当可奈何？虽有增角，尚安所失。从那以后，刘邦再也没提过废太子的事。吕雉虽然保住了太子位，可心里的恨却埋下了。他恨戚夫人的贪心，更恨刘邦的薄情。也就是从这时候起，他变得越来越狠，因为他知道对敌人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刘邦当了皇帝后，还有个大麻烦，异姓王。韩信、彭越这些人当年跟着刘邦打天下，封了王，手里有兵有地盘，刘邦怕他们谋反，总想把他们除掉，可又不好意思自己动手，毕竟是一起打天下的兄弟。吕雉看出了刘邦的心思，主动当了这个坏人。公元前196年，有人告韩信谋反，刘邦想发兵，又怕打不过韩信。吕雉出了个主意，他假传圣旨，说刘邦打了胜仗，
让大臣们都来宫里庆贺。韩信不知道事迹，一进宫就被埋伏好的武士抓了起来。吕雉当场就下令把韩信杀了，还灭了他的3族。刘邦回来后听说韩信死了，又高兴又有点后怕，可他没说什么，等于默认了吕雉的做法。同年，彭越也被人诬告谋反，刘邦把他贬为平民，流放到蜀地。彭越在路上遇到吕雉，以为遇到了救星，哭着求吕雉帮他求情，说自己是冤枉的。吕雉表面上答应，把彭越带回洛阳，转头就跟刘邦说彭越是个壮士，放他去蜀地，迟早是个隐患，不如干脆杀了他。刘邦听了吕雉的话，下令杀了彭越，还把他剁成肉酱，分赐给各个诸侯，警告他们谁敢谋反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吕雉用韩信和彭越的血帮刘邦稳定了政权，也让满朝文武都知道了他的狠辣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敢小看这个皇后，连刘邦都得让她3分。公元前195年，刘邦病重，知道自己快不行了，他最担心的还是吕雉和刘盈。他跟大臣们杀白马盟誓，说非刘氏而亡，天下共击之，就是怕吕雉将来夺权，封吕氏子弟为王。可刘邦还是低估了吕雉，他刚死，吕雉就把权力牢牢抓在了手里。刘邦死后，17岁的刘盈继位，就是汉惠帝，吕雉成了皇太后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戚夫人。他把戚夫人囚禁在永巷，剃光了她的头发，给她戴上枷锁，让她每天舂米。戚夫人心里不服，唱了首歌：子为王，母为虏，终日冲薄暮，常与死为伍。乡里3000里，当谁是告儒？吕雉听到这首歌，彻底怒了。他把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将来报仇，干脆派人去赵国，把刘如意召到长安。汉惠帝知道吕雉要杀刘如意，特意把刘如意带在身边，吃饭睡觉都在一起，不让吕雉有机会下手。可吕雉还是找到了机会。有一天，汉惠帝早起打猎，刘如意年纪小，起不来，吕雉趁机派人给刘如意灌了毒酒。等汉惠帝回来，刘如意已经死了。杀了刘如意，吕雉还不解气，他又把戚夫人做成了人质，砍去她的手脚，挖去她的双眼，熏聋她的耳朵，毒哑她的喉咙，然后把她扔进厕所里。做完这一切，吕雉还叫汉惠帝来看。汉惠帝看到戚夫人的样子，当场就吓傻了，哭着说：这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事，我作为你的儿子，没脸再当这个皇帝了。从那以后，汉惠帝就不理朝政，每天喝酒作乐，身体越来越差。吕雉虽然狠，可在治国上却一点不含糊。他知道汉朝刚建立，老百姓还没从秦末的战乱中缓过来，所以延续了刘邦的休养生息政策。他下令减轻赋税，把原来的15税1改成30税1，就是老百姓挣30份粮食，只交1份税，这在当时已经很轻了。他还释放奴婢，让那些被卖为奴婢的人恢复平民身份，能自己种地养活自己。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，谁开垦的地多就给谁奖励。在律法上，吕雉也做了改革。秦朝的法律太严苛，动不动就砍手砍脚，吕雉把那些残酷的肉刑改了，比如把情刑脸上刺字改成了罚做苦役，把异刑割鼻子改成了打300板子。他还放宽了对商人的限制，刘邦当年不让商人穿丝绸、坐车，吕雉把这些规定改了，让商人能正常做生意，促进了商品流通。这些政策一实施，汉朝的经济慢慢恢复了，人口也多了，国库渐渐充盈起来，老百姓能吃饱饭，就没人造反了，汉朝的政权也稳定了。大臣们虽然怕吕雉的狠辣，
可对他的治国能力还是服气的。吕雉还特别会平衡朝局。当时朝堂上有三股势力：刘氏宗室、开国功臣、吕氏外戚。吕雉知道这三股势力谁都不能太强，不然就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利。他对萧何、曹参这些功臣特别尊重，让他们继续当丞相，放手让他们处理政务。对刘氏宗室他就没那么客气了，凡是不服他的，比如赵王刘友、梁王刘辉，他都找借口把他们杀了，或者逼他们自杀，削弱宗室的势力。对吕氏子弟，他虽然提拔，让他们当将军、当诸侯，可也不让他们太放肆。比如他的侄子吕台封了吕王后，要是敢不听话，吕雉照样骂他。公元前188年，汉惠帝病逝，年仅23岁。吕雉心里肯定难过，可他没工夫哭太久，因为他知道汉惠帝一死，权力就可能被别人夺走。他立了汉惠帝的幼子为帝，就是前少帝自己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，正式成为汉朝的实际统治者。前少帝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吕雉完全独断朝政。他把自己的侄子吕产封为相国，吕禄封为上将军，让他们分别掌控朝政和军队。他还把吕氏的女儿嫁给刘氏的诸侯王，比如把吕禄的女儿嫁给赵王刘辉，把吕产的女儿嫁给朱虚侯刘璋。一方面是拉拢，另一方面也是监视。可前少帝慢慢长大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他的生母是汉惠帝的一个姬妾，因为生了他，被吕雉杀了。吕雉让自己的外孙女汉惠帝的皇后张嫣假装是他的母亲。前少帝心里恨，口出怨言，说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为我娘报仇。吕雉听到这话，心里一紧，他绝对不能让前少帝将来找自己算账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废除了前少帝，还把他秘密杀害了，又立了汉惠帝的另一个幼子为帝，就是后少帝。满朝大臣虽然知道吕雉杀了少帝，可没人敢反对，因为他们都怕吕雉的狠辣，也知道吕雉掌控着军队，反对也没用。吕雉在外交上也很有远见。刘邦当年跟匈奴打仗，被匈奴围在白登，差点丧命，后来只能靠和亲来维持和平。刘邦死后，匈奴的冒顿单于听说汉朝是吕雉掌权，就写了封信来羞辱他，信里说你丈夫死了，我妻子也死了，不如我们结为夫妻，一起过日子。吕雉看到信，气得浑身发抖，马上召集大臣，说要发兵攻打匈奴。樊哙当时就站出来，说我愿意带10万大军去教训匈奴。大臣们都跟着附和，只有季布反对。他说当年刘邦带了30万大军，还被匈奴围在白登，樊哙带10万大军，怎么可能打赢？现在汉朝刚恢复，不能再打仗了，还是继续和亲吧。吕雉冷静下来，觉得季布说得对。他知道汉朝的国力还不够强，跟匈奴打仗只会让老百姓再遭罪，也可能让汉朝的政权不稳。于是他压下怒火，给冒顿单于回了封信，语气很委婉，说我已经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牙齿也掉了，不能再侍奉单于了，我给单于送点财物，希望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和平相处。同时他还选了一个宗室的女子，封为公主，嫁给冒顿单于，继续推行和亲政策。冒顿单于收到信，觉得吕雉很识大体，也有点不好意思，就派使者来道歉，还送了很多礼物。就这样，吕雉用隐忍避免了一场战争，为汉朝争取了发展的时间。吕雉临朝称制的这几年，汉朝虽然表面上是刘氏的天下，实际上是吕氏的天下。他用狠辣的手段清除异己，用理性的政策治理国家，
让汉朝在他的手里，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叛乱，也没有出现经济衰退，反而越来越稳定。可吕雉心里也清楚，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刘氏天下的基础上，一旦自己去世，吕氏家族很可能会遭到报复。所以他在病重的时候反复叮嘱吕产和吕禄，你们一定要掌控好军队，不要为我送葬，也不要离开皇宫，以免被刘氏宗室和功臣抓住机会夺权。公元前180年，吕雉病逝，享年61岁。她的一生从一个柔弱的富家小姐变成一个铁血的掌权者，吃了太多苦，也做了太多狠事。她为汉朝的稳定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却也因为杀妻夫人、杀少帝、杀功臣的狠辣，成了后世口中的毒后。2000多年来，人们提起她，总是先想到人质的惨状，却很少有人记得是他在汉初百废待兴时轻徭薄赋，释放奴婢，让老百姓能喘口气；是他在匈奴挑衅时压下怒火，选择和亲，为汉朝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；是他在男权至上的朝堂上以女性之身稳住政权，为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这种评价的两极分化，就像吕雉的人生一样，充满了矛盾与争议。传统的史学家，比如司马迁和班固，在写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时，虽然承认吕雉正不出防户，天下俨然说他掌权时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可笔锋一转，又会着重写他杀韩信、害彭越、灭戚姬的狠辣，把他塑造成一个牝鸡司晨的反面典型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在男权社会里，女性参政本身就是离经叛道的，哪怕你做得再好，只要手段强硬，就会被贴上狠毒的标签。要是换成男性统治者，清除异己，巩固权力，很可能会被赞为雄才大略，可到了吕雉这里，就成了妇人之仁的反面，不是妇人之狠的代表。直到现代，史学界才慢慢开始客观评价吕雉。有学者说，吕雉的狠辣是汉初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。那时候汉朝刚建立，异姓王蠢蠢欲动，宗室子弟虎视眈眈，功臣集团各怀心思。要是吕雉不够狠，别说掌控权力，恐怕他和刘盈早就成了别人的刀下亡魂。还有学者说，吕雉的治国才能放在整个汉朝都能排进前列。他延续刘邦的休养生息政策，却比刘邦更懂得灵活调整。刘邦严禁商人穿丝绸坐车，吕雉觉得这不利于商业发展，就废除了这条规定。刘邦的律法还有些严苛，吕雉就减轻肉刑，让法律更人性化。这些举措都比同时期的男性统治者更有远见，把吕雉和汉初的其他女性比一比，更能看出她的独特。戚夫人长得漂亮，能歌善舞，深得刘邦宠爱，可她除了会在刘邦面前哭着要太子位，一点政治智慧都没有。她以为只要刘邦喜欢自己，就能斗过吕雉，却没想到在权力的游戏里，眼泪和美貌根本不值一提，最后落得个人质的下场。可怜是真可怜，可也是他自己看不清局势，自寻死路。还有薄姬，也就是汉文帝的母亲，她比吕雉更懂得隐忍。刘邦在世时，她不受宠，安安静静地在后宫过日子，从不参与争斗。刘邦死后，吕雉觉得他没威胁，就把他送到了儿子刘恒的封地代国。正是这份不争，让他躲过了吕雉的清算，最后还成了皇太后。薄姬的结局是好的，可她的好是建立在放弃权力的基础上，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像吕雉那样主动去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去影响一个王朝的走向。而吕雉
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认命。她嫁给刘邦，不是为了当个安安稳稳的夫人，她辅佐刘邦，不是为了当个默默无闻的贤内助，她争夺权力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，为了守住刘邦打下的江山。她知道，在男权社会里，女性想要生存，想要保护自己在乎的人，就必须比男人更狠，更有谋略。公元前180年，吕雉病逝，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他临终前反复叮嘱侄子吕产，吕禄一定要掌控好南北军，别离开皇宫，别给我送葬。可这两个人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吕产觉得自己是相国，掌控朝政，没人敢动；吕禄觉得自己是上将军，手握兵权，谁也不怕。他们不仅给吕雉送了葬，还放松了警惕，觉得刘氏宗室和功臣集团不敢怎么样。可他们错了。刘氏宗室里，齐王刘襄早就不满吕氏专权，吕雉一死，他就起兵西进，打着诛吕安刘氏的旗号。功臣集团里，周勃、陈平这些老臣表面上对吕氏顺从，暗地里早就商量着要除掉吕氏子弟。周勃先是骗吕禄交出了北军兵权，然后带着北军士兵冲进皇宫，杀了吕产。陈平则派人去各地诛杀吕氏家族的人，不管老幼，一个都没放过。短短几天时间，曾经权倾朝野的吕氏集团就土崩瓦解了。周勃、陈平还觉得不够，他们觉得后少帝是吕雉立的，身上有吕氏的影子，将来肯定会报复他们，就把后少帝也废除杀害了，然后从刘氏宗室里选了代王刘恒，也就是薄姬的儿子，立为新皇帝，这就是汉文帝。吕氏集团的覆灭，标志着吕雉时代的彻底结束。可吕雉留下的影响却贯穿了整个汉初。他辅佐刘邦清除异姓王，让汉朝的中央集权更加稳固。他临朝听政时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，让汉初的经济快速恢复，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。他开创的外戚干政模式，虽然在他死后引发了诸吕之乱，可也为后来的窦太后、王太后等女性参政提供了先例。甚至可以说，没有吕雉，就没有后来的文景之治，更没有汉武帝的汉武盛世。要是吕雉在刘邦死后没有掌控权力，而是让软弱的刘盈或者年幼的少帝掌权，汉朝很可能会陷入宗室叛乱、功臣夺权的混乱局面。别说发展经济，能不能保住江山都是个问题。吕雉用他的狠辣和谋略，为汉朝稳住了根基，让这个新生的王朝能够在风雨飘摇中站稳脚跟，慢慢发展壮大。在影视文学里，吕雉的形象也一直在变。以前的电视剧，比如老版的《楚汉传奇》，总是把吕雉塑造成一个阴险、狠毒的反派，镜头一到她，背景音乐就变得阴森恐怖，重点刻画她怎么折磨戚夫人，怎么杀害功臣，好像她天生就是个坏人。可近几年的作品，比如新版的《楚汉传奇》《大风歌》，开始慢慢展现吕雉的复杂性。他们会拍吕雉在楚营当人质时的恐惧和无助，拍她为了太子位求张良时的卑微和无奈，拍她临朝听政时面对满朝南臣的压力和底气。观众看完会觉得，吕雉不是天生就狠，她的狠是被生活逼出来的，她的毒是在权力的斗争中慢慢养成的。她不是一个完美的统治者，可他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一个有血有肉、有优点有缺点的人。这种形象的转变，其实反映了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越来越成熟。我们不再简单的用好或坏来评价一个人，而是会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，结合他的经历，
去理解他为什么会做出那些选择。吕雉的狠辣放在今天肯定是不可取的，可放在汉初那个动荡的年代，放在那个男权至上的社会，或许是他唯一的生存方式。现存的和吕雉相关的遗迹不多，最有名的就是陕西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，那里曾经是吕雉临朝听政的地方。想象一下，2000多年前，吕雉就坐在未央宫的朝堂上，面对满朝的男性大臣，发布一道道政令，决定着一个王朝的走向。他的声音可能不够洪亮，可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。他的身影可能不够高大，可在当时的汉朝，没有人敢忽视他的存在。1972年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文物，其中有一本《52病方》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之一。这本书成书于吕雉时期，里面记载了很多治疗疾病的方法，从内科到外科，从妇科到儿科都有涉及。这说明在吕雉掌权时，汉朝的医疗水平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，社会也相对稳定，不然根本没人有心思去整理和编写这样的医学著作。这些文物虽然不是吕雉直接留下的，却从侧面印证了他统治时期的社会状况，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直观的认识。吕雉作为一个母亲，其实也挺可悲的。她一辈子都在为孩子铺路，为了保住刘盈的太子位，她不惜放下身段去求张良，不惜得罪刘邦和戚夫人。为了让刘盈能坐稳皇位，她不惜背负杀功臣、灭戚姬的骂名。可她没想到，自己的狠辣反而伤害了刘盈。刘盈因为看到戚夫人的人质惨状，精神崩溃，不理朝政，最后年纪轻轻就病逝了。吕雉对鲁元公主倒是真心疼爱。刘邦当年想把鲁元公主嫁给匈奴的冒顿单于，吕雉知道后，哭着跟刘邦吵：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你怎么能把她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受委屈？刘邦没办法，只能找了个宗室女子代替。可这份疼爱也带着政治的色彩，他后来把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嫁给了刘盈，也就是舅舅娶了外甥女。这在现在看来是乱伦，可在当时，吕雉是想通过这种联姻巩固刘盈的皇位，巩固吕氏和刘氏的关系。最后张嫣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，一辈子都没有孩子，年轻轻就守了寡。吕雉的一生都在母亲和统治者这两个角色之间挣扎。作为母亲，她想保护自己的孩子，给他们最好的；作为统治者，她又必须做出一些残酷的选择，甚至牺牲自己的亲情。这种挣扎让她的形象更加复杂，也更加真实。很多人都觉得吕雉的政治智慧主要体现在狠辣上，其实不是。她的智慧更多的是体现在审时度势上。比如面对刘邦废太子的危机，他没有像戚夫人那样哭闹，而是找张良帮忙，用商山4号来打动刘邦，这是智取。比如面对匈奴的羞辱，他没有像樊哙那样冲动的要发兵，而是听季布的建议，选择和亲，这是理性。比如面对朝堂上的三股势力，他没有一味的打压，而是拉拢功臣，打压宗室，扶持外戚，让三股势力相互制衡，这是平衡。这些决策每一个都体现了他的谋略和远见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忍，什么时候该狠，知道什么时候该用武力，什么时候该用外交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拉拢，什么时候该打压。要是没有这些智慧，仅凭狠辣，他根本不可能在男权至上的朝堂上掌权15年，更不可能把汉朝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可吕雉再厉害，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。他虽然掌控了汉朝的政权，可他始终不敢像后来的武则天那样称帝，只能以太后
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，因为他知道在男权社会里，女性称帝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。要是他敢迈出这一步，不仅会遭到满朝大臣的反对，还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，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战乱。他提拔吕氏子弟，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。他知道自己的权力基础不稳固，刘氏宗室和功臣集团都不信任他，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家族，用吕氏外戚的势力来制衡他们。可他没想到，这种依赖最后反而成了吕氏集团覆灭的导火索。他的统治就像走在钢丝上，一边是权力的诱惑，一边是时代的束缚，他小心翼翼地平衡着，可最后还是没能避免悲剧的发生。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，吕雉的经历其实很有启示意义。她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主动跳出女性只能依附男性传统的女性。她没有像戚夫人那样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刘邦的宠爱身上，也没有像薄姬那样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儿子的身上。她靠自己的智慧和谋略，在男权社会里闯出了一片天，证明了女性也有能力掌控权力，也有能力治理国家。她的狠辣虽然不符合传统女性温柔贤淑的刻板印象，可却反映了女性在权力斗争中的真实状态。在男权社会里，女性想要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权利，想要保护自己和自己在乎的人，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，需要比男性更坚强，更有谋略，甚至更狠辣。吕雉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女性的力量不仅仅体现在温柔和善良上，还体现在坚韧和智慧上。把吕雉和武则天放在一起对比也很有意思，她们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统治者，都用狠辣的手段清除异己，都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可她们的权力基础不一样，吕雉的权力建立在刘氏天下的基础上，她始终没有摆脱刘邦妻子刘盈母亲的身份。而武则天的权力更加独立，她敢于推翻李唐王朝，建立自己的五州政权，敢于直接称帝，这是吕雉不敢做也做不到的。他们的统治风格也不一样，吕雉更注重延续刘邦的政策，延续汉朝的制度，只是在细节上做一些调整。而武则天更注重改革，她改革科举制度，打击门阀势力，重用寒门子弟，这些举措都对唐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造成这种差异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性格的不同，更多的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不同。吕雉所处的汉初政权还不稳定，需要延续来巩固，而武则天所处的唐朝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，需要改革来突破瓶颈。民间关于吕雉的传说大多都和狠辣灵异有关，比如有传说吕雉杀了韩信后，韩信的魂魄变成了一条白蟒，缠绕在汉宫的柱子上，天天晚上哭，吓得宫里的人都不敢睡觉。还有传说吕雉死后，她的陵墓经常闹鬼，有盗墓贼想进去偷东西，结果刚进去就被鬼魂吓疯了。这些传说虽然都是假的，可也反映了老百姓对吕雉的复杂态度，既害怕她的狠辣，又对她的权力充满好奇，既觉得她可恨，又觉得她很传奇。客观地说，吕雉的治国功绩绝对不应该被毒后的标签掩盖。她掌权15年，汉朝的人口增长了，经济发展了，社会稳定了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政绩。要是没有他，汉朝很可能会在刘邦死后陷入混乱，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也可能不会出现。我们评价吕雉，不能只看他的狠辣，还要看他的功绩；不能只看他的缺点，还要看他的优点；
不能只看他的个人行为，还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。吕雉的一生就像一部悲壮的史诗，她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，变成一个在楚营受尽屈辱的人质，从一个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，变成一个在权力斗争中杀伐果断的皇后，从一个辅佐丈夫的贤内助，变成一个掌控王朝命运的女主。她的每一步都走得艰难，走得血腥，可她从来没有退缩过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存，什么是权力，什么是时代的无奈。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甚至不是一个好人，可她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一个在男权社会里为自己、为孩子、为王朝奋力抗争的女性。她的狠辣，她的谋略，她的功绩，她的无奈，都值得我们去了解，去思考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在谈论吕雉，还在争论她的功过，这本身就说明她不是一个简单的毒后，而是一个有着复杂人性、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。她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奋斗史，更是汉初历史的缩影，是中国古代女性在男权社会里挣扎与抗争的缩影。或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，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忘记那些复杂的人物，不会因为传统的偏见而掩盖那些真实的功绩。吕雉已经去世2000多年了，可她的故事还在提醒我们，在评价一个人时要客观，要全面，要结合时代背景，在面对困难时要坚强，要勇敢，要为自己在乎的人奋力抗争。这就是吕雉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